大家好，这里是摩登游戏场景。然后今天的时间是2023年9月29日。但我估计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应该是9月30日。然后我们也会就是定期的邀请这个做完作品的同学，让他们给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学习和制作的过程，然后分享一些经验。然后今天非常有幸是邀请到了 Plastic 同学，他正好是赶在这个长假之前，然后抽出时间来跟我们录这一期。然后在我采访他之前的话，我们先就是浏览一下他的这个作品，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应该是这个对马岛之魂的对应的一些概念设计，然后他找了一张之后自己做成了虚幻场景，这也是我们写实班就是同学做出来的一个新的作品。因为写实的这个工作量比较大，所以大家做的都会相对慢一些。这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写实班的同学的作品相对少一些，因为很多还没做完。这是可以看到它的材质，然后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就植被、树木等等，它是做了好几组的树这是它场景的迭代过程。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是前前后后也修改了很多的东西。稍晚的话，我们也会请他去介绍他这一段是怎么做的。好，那就是这个视频播放完之后，Plastic 同学在的话，就请您先发个声音。好的，大家好，我是 Plastic，我是摩登写实室外班的一个同学，然后我是即将毕业的24届的大学生。那个 Plastic 同学，我想就请教您一些问题。就最开始的话，就想让您介绍一下自己目前的，比方说大学呀、大概的专业呀，然后包括以前做过一些什么样的实习呀，或者做过什么美术的练习等等，跟大家说一说。好的，我的专业是城乡规划，然后也是跟建筑类比较相关的专业。然后我们以前在大学开始的时候，也是做过一些相关的美术练习，比如一些素描啊，包括一些水术的练习。但是我们其实大部分同学在上大学之前还是理工科的学生，然后实习的话是没有什么实习经历的，然后就是目前是正在准备秋招的一个大学生。然后您给我的资料里面，这块是有些您的之前的练习的作品和美术作品和摄影作品，就是想问您一下，就是之前的有没有一些这个美术的练习啊，包括一些这个建模的一些练习等等。我看您给我发了一些图片。对了，这里是在 B 站上去找的一些比较基础的练习，在报摩登班之前，其实也只是会一些比较简单的 PBR 的流程，也只能算是了解了这个流程当中每一个软件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简单的用法然后就是都是非常基础的一些东西。但是因为那个风格化的建筑，我感觉，是一个挺好的打基础的一个东西。它那个，我感觉浪费的时间会少一些。然后你正好这几个软件也都熟悉了，这是一个挺好的练习方法。对的，我在打算是在报摩登班之前，先把基础的流程先学会，这样子在过程当中就不会相对那么痛苦一些。这个好像是那个影视的那个班儿，对吧？我感觉好像是挺眼熟的一个构图。对的，对的，就是那个经典的那个教程，哎，叫也是算是熟悉一下 UE 的一些基本的使用空山是吧？道理。空山是吧？对对对，嗯，也是很久之前做的。这是您之前已经做了 SD 的练习了。对的，这也是很久之前做的。那实际上到摩登班的时候，已经快把操作忘完了。然后我觉得这部分的话，还是要多练习。忘得快。对，因为它都是一些非常逻辑性的一些操作吧。如果长期不使用的话，忘掉了还是比较容易忘掉的。是您的摄影作品对吧？对的，这部分其实主要是想就是找了几张，就是调整对于图片颜色调整比较明显的几哦，张照片。其实也就是后面我那个在作品做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其实它的颜色跟就是现在最终呈现出来颜色很不一样，就是因为我在那个图片的软件里面进行了最后一步的那个调色的一个处理，并没有直接使用那些，直接使用 LUT。这是应该是您就是之前已经相对比较熟悉 Lightroom 这样的软件了，对吧？对的，就是我因为之前有一些摄影基础，然后就是挑了几张对颜色动的比较明显的几张图片吧，就是对，我感觉所以这个是是最后挺好的。对，所以最后把序列帧直接那个导入到 Lightroom 进行处理，然后导出再合成那个序列帧，就没有使用 UE，直接用那个 LUT。
因为我还进行了一些类似于锐化之类的一些处理。对，我记得您之前跟我们交流的时候，甚至提到过，就是说那个引擎版本的问题。当时我记得你是想用 EasyFog，但是没换引擎版本。我记得那个 EasyFog 的作者叫那个 William Faulkner 嘛，他当时就介绍过，说他非常非常建议就是学习这个环境艺术的同学自己有个相机，能自己出去随便拍拍，练习练习，然后自己那个后面掌握一下，就是如何调整这些光影的参数等等。这个我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方法。哎，对，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是在用什么相机在拍吗？是用手机在拍还是用相机啊？是用相机来拍，其实就是一些非常基础款的，就是索尼的 A6000系列的非常半画幅的相机，也是大家使用量比较多的一些吧。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卡片机，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些基本上都是对颜色动的比较多的，就是单独挑出来就是说一下关于颜色方面的问题。就是您的这个专业如果正常顺利毕业的话，那对口的一些工作应该是去找什么样的工作呢？其实和建筑的同学应该差不多，都是找一些关于城市的设计啊之类的一些工作，也都是关于比如说单位的话，可能更多是一些设计院啊，或者一些工作场所吧。其实大家都差不多的，就是在这个建筑类的专业里面，只是说大家负责的这个方向不太一样。那就是能问一下，就是您周围的同学的话，他们在自己学习过程中，或者说做一些设计等等的话，他们会考虑到用像虚幻引擎这样的工具吗？或者说，就是了解虚幻引擎或者了解游戏行业的同学，是不是相对比较少一些？相对比较少，因为它建筑包括规划这些工作，它本身有自己的一套那个工作流，也都是就是完全不同的一套软件。也有听说有一些人会用虚幻去渲染一些图片，但是非常少，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记得应该是大家用 SU 犀牛这些软件建模的多，对吧？然后对的，对的。渲染的话可能是用一些那个3维的一些效果图的一些软件。哎，是不是现在有一些像什么像第5渲染器等等这样的，大家有可能会用到？嗯，对的。更常用的可能是 Lumin，嗯，然后陆明好像那个 Epic 官方好像也有一对个那个，Twinmotion 是吧？渲染，好像是，对，对。因为我用的也不多，所以那个 Lumin，它好像是用了一个，我就想想哪国的语言那个词，它那个拼写成 Lumion 嘛，就是后面有个 ON 结尾的。对对。那个就是也是用了显卡来运算，所以它效果应该是比以往的离线渲染器要快一些。所以我感觉挺多同学在用，确实这个跟游戏相当来说是2个体系。所以说我感对。觉就是您包括像之前那些像那个学习园林的同学，都是相对比较少数的。这样就是对自己这边感兴趣之后才了解到的。所以我感觉相对来讲是挺珍惜的这样的同学。然后就想也是好奇问一下，就是您发现摩登班的过程是 ArtStation 啊，或者哔哩哔哩啊等等网站上发现我们的？主要还是在 B 站上面它会有些推送嘛，然后就是看到有一些同学做的作品比较优秀，然后其中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之前那个做奥德赛室内的那个同学，也是算是同行的一个同学。啊，对，我记得那位同学是学的应该是园林专业，我印象是。对的对的，应该是景观园林之类的专业。然后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您自己，比方说在大学期间，他是怎么慢慢的对这边开始感兴趣，然后以及想问一问，就是您自己在来摩登班学习之前呢，或者是过程中，您关注的一些博主也好啊，频道也好啊，你跟大家讲一讲。其实一开始是在虚幻五比较火的那段时间有刷到一些作品，然后逐渐的去了解，然后发现有这么呃一些职业，然后觉得是挺有趣的。在这个做这样的一些作品的过程中，是一个挺有趣的过程。然后主要了解的话，影响比较大的有一个是左下角的这个是 B 站的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大佬吧。然后他是经常会直播去评价一些作品，然后就是有时候会看他的直播，然后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然后他主要是对一些场景，然后是对一些同学的场景进行一些分析，然后过程非常的详细，然后也能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另一个 UP 主呢是B 站一个做写实小物件非常厉害的一个 UP 主，他的材质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个人也非常乐于分享一些他自己的一些项目，包括他自己一些文件，他也会分享给大家，然后在其中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就可能得麻烦借您之口，把这两位这个博主的这个频道名称给大家说一下。哦，一个叫 Boring 拉布拉布拉，然后另一个是北方神社。对。然后后来按照您给我这个新线索，我找到了他做的哦，这个物件，当时在这个 ArtStation 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品。这是他那个对，看到手榴弹。是印象非常深刻。对，那个也麻烦您说一下他这个 ArtStation 的名称。哦，好，它叫鱼龙 H。就是大家如果对这几位艺术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他们的 B 站频道和 ArtStation 频道。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在他这里看到了，他是把自己制作这个手榴弹的这个贴图的过程，SP 的整个的流程的话，分享成了一个9个多小时的教程。这是伟大的互联网精神，非常感谢他。大家如果感兴趣，或者说正好在做这部分练习的话，就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教程。然后就是您是先发现他们俩之后的话，后来才关注的摩登的频道，对吧？其实都有了解，然后只是嗯，也没有什么太多先后，其实都有在那个看到一些作品，也没太注意这些。然后就正好是想回到您这个作品来。然后您这个作好的。品的话，我是看到了您选择的是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哎，是这位。然后哎，他嗯，这个名对的。字您能读出来吗？这个恐怕读不太出来。他的前面的名字应该是 Roman，后面就就您发现他这幅原画的过程吧。然后我也把他的这原画这几张都放出来。哎，好。其实主要是一开始我就是对那个对马岛的美术比较感兴趣，也觉得他那个美术是有他自己的一些风格。然后在老师给的那个对马岛的一些包里面，然后就找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原画，然后一共应该有4、5张，然后由那个摩登老师帮忙敲定了，最后敲定了这一张。对，是，对，对，是这一张。然后就是您选完这张原画之后的话，我看您也是搜集了非常多的这个参考的东西，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应该本来是张很大的图，但是就是咱们这儿是缩小了，就是实际上应该是一张巨大的 PureRef 的文档。这部分其实是一开始就只有一小部分，就是左上角的这一小部分。然后其实后面的，因为一开始做的时候嘛，也不可能说考虑到后面所有的过程，也因为也是一个新手嘛。然后在做到每一个部分的时候，比如说做到那个物件用 ZB 和 SP 做物件的过程中，去找一些相关的参考，然后又找了一堆参考放在一起。然后做到那个 SD 材质的时候，又找一些相关的参考，包括一些现实的照片等等，然后又是一些参考。然后上面，现在鼠标上面那一块呢，是那个一块紫色的部分是蓝紫色的部分，这一部分其实又是去 B 站找的它这个原画的这里游戏中具体的这里的场景。然后呢，就是其实在后续工作的每一个阶段，然后分别再去找一些更具体的、更详细的一些补充。对，是这样的。然后右边的话，再往右边走，其实是一些植物相关的一些内容，也是在做那个 Speed Tree 的过程中去找的一些参考。其实分别都是不同阶段慢慢补充的一些参考，哎，我看因为不可您这截图里面还有能从一些脑图，这个是在总结什么东西吗？哦，那个其实也是去 B 站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教程里面，就是别的 UP 主他总结了一些关于 Speed Tree 的一些知识，然后所以啊、就把它们也放在这里，比较方便查阅。大家如果能看到这个的话，就其实能发现，他每做一个作品的背后，实际上会寻找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辅助的东西来帮助他完成整个流程。对，我看到您这里的所有的这个分栏啊、标记啊，都写的是英文。因为好像这个版本的软件它不支持中文，然后就索性就用英文了。你还没升级是吗？啊。可能是因为每次打开都会提示我要升级。我开始还以为就是您是特别想学习那个国外比较规范的这个一些叫法和单词啊，特意的弄了半天，软件没升级。大家那个可以学习这个，然后其实如果用新版本的话，似乎可以用这个中文来写标签。然后我就想好奇问一下，就是您那个自己练习这个场景学习的过程中，你自己的电脑的配置，大概是个怎么样的？然后就也想问一下，就你在学习或者是制作这个作品过程中，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时间安排、规划等等？
首先说一下电脑硬件，我的是一台笔记本，然后是哦，3060，笔记本。然后是6G 的显存，然后内存之前有不够，然后补成了32G 的内存，就是双通道16G。然后我的屏幕有两个，一个是笔记本的屏幕，还有另外自己加了一台外接的显示屏。然后关于创作这个时间，创作这个作品的时间呢，其实就是之前放暑假嘛，大概在7月初的时候决定去报摩登班，然后到开学大约一周，也就是大约9月中旬这样，然后把这个作品做完，就是中间还是快的，就是比较赶，比较赶。效率蛮高哎。其实中间有一些部分，为了考虑到时间上的一些安排，中间有些部分做的不是很完美，然后也是嗯，决定跳过，就是决定还是要把它以做完为核心。那你实际上就用了大概10周左右的时间，对吧？就已经完成了。对，差不多10周、11周这样。哦，那您那个能说一下，就是你自己具体的每天的这样的安排，包括中间会不会休息几天这样子？具体每天的话，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多休息的时间，基本上每天早晨起床，然后就是做一些，做到大概中午，然后吃个饭，然后下午午睡起来，然后接着做到，然后大概快晚上嘛，然后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比如说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晚上吃完饭，然后再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接着做，然后做到可能10点左右，然后再休息一会儿，然后差不多就可以准备睡觉。然后第二天又是这么接着来，大概每天能做到6到7个小时了。这已经算不错了，如果能长期做的话。嗯，对啊。然后，那咱们就还是回到你选的这个原画里来，然后包括你找这个参考，就是你在好的。找完了这些参考，开始按步骤来做的时候的话，我可能想给大家看一下您的这个就是交的这个周的作业。然后您是这些同学里面，我印象里面啊，就是这个周作业交的量是很稳定，然后很平均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学习方法。然后我看您这里是按照周来给我提供了这些您的中间的这些环节啊、作品啊，然后我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您这是每个周做了什么东西，这已经是到第9周了，做了一些材质，然后您的这个场景也在不断的变化，到第11周的时候，我看这里这是原画嘛，然后这是您的效果，然后就是已经有了就基本结束了，到第11周这个样子，然后我可能就是希望您就是结合自己的，就是这些中间的环节图啊，包括您这个过程图，然后就按照您自己创作的流程，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在各个环节都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好的。那我最开始还是给大家先都看一下，就是您这个做完的这个作品，就展示的这个完整的渲染的图片，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您做的那个一个灯笼。再加上它的杆子，这个张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它的所有的模块化的东西，应该是用很多东西拼接成的这个场景。这是它的这个最终输出的竞争图，这样。这个是您调过色的对吧？用那个 Lightroom 调过色了已经。对的，因为之前那个就是引擎里面的颜色，就是你刚刚是偏放到暖的那个，那个是吧？对的对的，那个有点偏暖，然后有印象偏那个对。啊，这是您的植被啊，这个感觉挺明显是用 Speed Tree 做的是吧？对的，就是对他那它的那个个做那树个比枝很有较方便。特色，嗯。对。这也是对啊，这就是您的这个整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镜头的位置一直还算是我感觉比较固定的，就是最后调着这个颜色等等。好，那我们就开始，我就是按照你每周的作业先给大家放吧，然后你就正好说一下自己的这个过程。好的，好的，这就是第1周，然后就是主要把原画选了之后，然后简单的搭建了一个白模，就是一开始找的一些非常少的参考，这张也是原画。就是您这个画面比例，它不是一个正常的16:9的比例，那您当时是用了这个影视摄像机来截的这个图吗？当时这个画面我测量了之后，它应该是21:9，然后就把它的那个相机的比例就改成了21:9，所以就是现在的这个比例，包括最终输出也是这个比例然后这里就是慢慢做了一些白模，然后把它导入进去的样子，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概括的一个状态。第3周。到这里，对，到这里主体建筑搭完了，然后做了一些简单的物件的白模，然后这个近景的船还没有做，然后这就是一些物件的一些白模。哎，这些模型是用在什么地方？哦，呃，这是那个破就是损的那个屋檐是吧？对的对的，因为它哦，在左边比较暗的地方，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嗯，到这里的话，白模基本上就搭建完成了。
想问一下，您主要的建模软件是哪一款？就是用的 3D Max。然后这里是开始尝试去雕刻一些高模，因为之前的确是没有一些雕刻的基础，然后去尝试做一些，然后去询问那个摩登老师的意见。呃，老师的反馈是做的有一些还是相对不是非常写实，细节方面安排的不是很到位，然后也没有比较拉得开。但是考虑到一些时间的问题，我就是改了一下，然后就是把它做成物件，然后也就是后面就这样过去了。其实物件这边做的不是很好。对，这个在那个时间精力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的话，其实断舍离还是应该的，我感觉还是很聪明的。对，这是岩石。这里岩石雕刻的也不是很好，然后老师也被老师说了，但是后面也就做了一些，基本也没做太多修改吧，然后就过嗯，去了，所以就对。对，就是做完还是第一位的，就不要考虑说把每个环节都做得太过于花费时间。因为考虑到一些时间的问题，我还是想赶在这个开学的时候去进行一些校招嘛，还想进行一些尝试的。然后这里就是刚刚那个静静的那个船。哎，这船上的破损这里的话，你是用什么方法做的？是用 floater 贴片吗？还是用什么？就是用 SP 做的，就是用 SP 做啊，的。这里也是一样，这就是是船它的一些，桨是吗？对对对，一些船桨。哎，船桨是这个结构做出来的吗？我看原画里大概是这个结构，我好像也没去嗯嗯嗯，找太明确的一些参考。我感觉是不是有可能得拼接一下？因为拿一整块木对，头板儿这么削出来，好像，对，不太现实。对嗯，是对，那是是，个工艺要求比较高。没事，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时间限制嘛，对吧？能做出来就行。这里是那个一个非常远景的一个石头的一个灯，当时都是大概花了2周吧。这里是这就是您前面的这个加上了这个纹理，对吧？就是它，是不是？对对对，就是它，然后后来改了一下，简单改了一下，然后加了一些纹理。然后这里确实哦，物件的话，就是花了2周嘛，因为那2周就是放在一起，就是把物件从头到尾全部做完了。然后我就想这2周就结束掉物件。我确实我感觉这个看起来整体还是非常干净的一个状态。要是真实的这个石头做的这个东西，我感觉可能破损啊，或者是这个边角对磨损会更厉害。对的对的，包括有一些结构地方也有一些不是非常合理，然后导致完成度比较低吧。然后就后来，但是后来也没有太多去考虑这件事情。这个灯笼这个做的还是挺漂亮的，这个给人看起来还是非常感觉挺细致的一个东西。这个能跟大家讲讲吗？对，因为这个是在所有物件当中是最后做的最后一个物件，所以说就是相对达到了也比较软件使用达到了一个比较熟练的状态，然后就是做的稍微相对细致一些。说明你我感觉进步还是蛮快的，就到了最后一啊，个的话，就已经比之前好了。就是肯定得有进步嘛。对，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哎，那个您这个绳子的模型当时是用那个什么方法做上去的？这里其实就是用那个圆环，就是用那个圆环，它那个 3D Max 不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可以拉一个圆环嘛，然后直接去对，拉出来，然后去跟它那个放到那里，给它对一下，然后就是进行一些移动之类、变形之类的。就对，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一些技巧，就是这样的办法。是烛台吗？这里是那个一个近景的一个比较近的一个，大概是左下角吧，一个小灯。其实也比较小。对，可以看到在左边，对对对，对，就是这里。是5、6周集中完之后的话，就到了后面7、8周。对的，对，这也是2周。一开始因为那个 SD 也是忘得差不多了，然后用了一开始的几天吧，就是花了一段时间去学习那个摩登老师做的那个第一个那个木板的纹理，就是地面木板的纹理，可能在后面。对，是这一张。然后一开始因为操作不是很熟悉嘛，因为忘得差不多了，然后花了4、5天吧，然后去相当于重新学习了一下这个纹理的制作。然后也是这2周吧，也是在这2周里面，然后就是工作量也不是很大，然后也主要是熟悉了一下软件，然后到第3周就比较熟练，然后就把那个剩下的就全部做完了。对，这是后面又重做了一遍。反正你说的好轻松啊。啊，对，学习的过程肯定还是比较艰难的嘛，还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嗯，然后这对，里就是后面就是第三周把前面的木头纹理重做了一遍之后，就是先把其他的纹理做完了，然后去看了一下前面的木头纹理，觉得不是很满意，又重做了一下。哎，这张图是给到什么地方啊？这个，是那个房子上面有一些白墙，哦，有一些，然后它会有一些破损。然后这里主要是地表一些泥土之类的。
然后这里是会有一些水迹，其实这里后面好像都有改动，因为好像说有一些问题，主要是那个草比较僵硬，然后后面又有一些改动。然后这里是放到引擎里面那个地面的效果，因为一开始那个地面会比较平，然后后面为了凸显一下它地面那种不规则的状态，然后就把它做的比较明显一些，然后这样让地面看起来细节更多一点，毕竟是写实嘛。您是用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顶点绘制，还是说把地形往下进行了变化呀？主要还是就是我刚刚放的那几张材质，就是刚刚那几张地表，对，地表材质，然后就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就没有用什么其他的方法，可能是后来好像加强了一些法线。回头看一下，就是您这个最终做完的这个集中展示的环节里面，我们看一下您的这些材质和展示。就是您的这个植被的树叶也是用 SD 做吗？对的，这个也是摩登老师课程里面的一部分，然后也是呃跟着学了一下，然后用这个做了一下。后面有一些部分的那个植物是去 Bridge 里面找了一些资源，然后去贴上去的，就是有一部分是用这个，有一部分是用外部的资源，因为不好用全部都一样的嘛，就会比较重复。对，因为时间毕竟有限嘛，就大家那些对的，就是不对的。是特别主要的东西的话，我感觉是应该去找外援的，这样起码能快速的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包括后续一些其他的小的一些物件，也是找的 Bridge 的资源。那我们刚才看到了哪里？这里，到了第九周了。然后这是那个地面效果，对。材质效果。这是第10周，您是加了一些细节的东西，对吧？第10周主要就是把那个植物做出来了，包括一些三叶草，但这个颜色很明显跟那个就是最后的结果不是很一样嘛，因为比较鲜艳，然后对这个夜晚的场景这种比较氛围比较它比较偏那种黑色的深色对比比较强的那种，它很明显是不太符合这种氛围的。然后后来主要是改了一下它的一些颜色，这里还看起来是比较鲜艳的颜色。这已经是到了最后了，就是第11周的时候，就是你已经快要输出的时候了。看看啊，对的。这个还原的还是挺好的。我看你是把它的一些物件进行了简化。嗯。它原画里面对，有一些那个绳子，有一些上一些绳子啊，一些比较复杂，我也不太了解具体要去怎么样去把它那种状态还原出来，所以就索性用现有的物件去进行一些摆放。然后这张图的这个左上角，我看就是您调色的一个过程，对吧？对的，左上角一开始一共是调了2张色调，一张是比较灰色的那种，饱和度非常低的那种状态，然后第二张是整体把它那个色温拉到比较偏蓝的一个状态，这也是比较还原原画的状态。然后后来那个我的老师也是觉得，蓝色的那张更符合原画的氛围，也更有感觉一点，然后就走那个方向，然后去进行一些后面也进行一些其他方面的调色。这已经是输出了这些植被等等。对的。然后就是到第11周的时候，就是你还有一些什么创作上的一些就细微的地方的话，你想起来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第11周其实主要就是我自己去，因为在第10周的时候还是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场景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在第11周的时候，对，这里是第10周，然后主要就是做了一些关于地边方面啊，摆放的一些工作，包括一些颜色的调整，然后就整体就是一些细节的方面的工作，还有进行很多补光，其实很多场景里面的高光它都是就是没有这些高光的，然后都是补出来的，然后就是进行这样比较细节的一些工作。正好说到这里的话，就是您跟我们讲一下您的这个打光的过程吧。我感觉这个打光这里挺多同学还是比较就是不太清楚应该是怎么一个思路来做。就前面摆放的时候肯定是用正常的就是一个定向光，到后面的话就是您这已经开始在考虑打光的问题了。然后您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比方说您刚才提到的那些补光啊，或者是加高光，都是一个怎么思路？其实，在前面的工作当中，也没有涉及到太多打光的工作，也没有做太多打光的工作，主要是在最后一周地边调整的时候去打光，但这样我其实是不是很推荐的？因为我那个工作量都比较那个关于地边的这个工作量都比较集中在最后一周，但其实你整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光照的效果，你是更能感受到一个场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效果的。然后我在打光的过程中，主要就是盯紧它呃一些去分析它场景的一个光源的方向，然后去看原画当中它有打哪些部分的高光，然后你去进行一些相对的补光，然后主要要记住它是一个
比较合理的一个光源的方向，然后主要就是打出一些场景中角色啊、一些物体啊、它的一些轮廓啊、一些光，就让它也呈现出一种体积感就可以了。就比方说，您这个最终效果里面是除了这个有这个正常的光源之外的话，你是在什么地方给这个场景补了一些光呢？比如说近景的那个船，就是中间最核心的那个船的上面，其实都是补的光。啊，就这上面是吗？对对，其实它是完全这个角度，其实按道理来说是看不到这样的就应该是反光的。黑色的，对吧？对的，对的，它应该就是跟其他的颜色都一样，但是如果那样，它就会跟其他的船都一样，都是隐在那个画面里了，就没有这样的细节了。然后包括这里也是，我也是对照那个原画还原的，包括它那个这个船前面的这个水潭，它的那个光也是补出来的。就水潭里的那个倒影，那个像是月亮的倒影的那个光，也是补出来的。包括右边的两条小狗身上的那个光，它的那个轮廓的那个光也是补出来的。哦，然后还有那个中心的那几个那几个角色身上的有一些侧边的高光也是补出来的。然后包括左边这里还有一个再往左一点儿，对，这里有一个角色，它的是吧？角色是那个侧边的嗯。那个高光也是补出来的。主要也是根据场景光源的方向，然后去打一些比较合理的一些光，然后体现它一些场景当中一些物体啊、人物的一些体积感，然后拉开它前后的一个空间感。然后就是您这幅作品里面，就是有没有用到一些什么粒子啊、雾效啊，然后一些飞鸟等等？我记得好像是没看到太多动的东西，我就把那个视哦，对的，频给大家播放一下。这个基本是个静态的，是吧？对的，因为这个距离比较短。就是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自己在这个课程过程中、交作业过程中，以及到后期改动比较频繁的过程中，就是您跟摩登老师之间的互动大概是怎样的？其实，在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小的问题，更多的去询问两位助教，一个是陆阳助教，还有一个是小叶助教。然后这里也是感谢他们两个，就是在就是很多时候都比较耐心的回答我的一些问题。然后跟摩登老师交流比较多的，其实最后画面整体调整的部分，然后也就是在11周，在12周，在画面输出的这个阶段，我是从周末开始，每天大概会跟摩登老师反馈2到3次，然后他说一些问题，我再接着去改，然后就是直到最终输出图，大概跟老师有交流了10多次吧，就是每次会调整一些小的细节问题，直到最后达到一个老师的一个标准，也让我是感到比较满意的一个状态。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作品我感觉就是起初看起来好像，就你做的美术工作真的没有太多，因为整体你看就是这些粗搭等等。但是到后来，按照步骤以及用了这些外面那些资产来辅助的话，到最后这个呈现的复杂程度就跟原画还是挺接近的。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对，以及也就是您这是个相对比较高效率的这个制作，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去参考一下。然后就可能希望您聊一下，就相当于去一个总结吧，就是您这个整体过程中的一些经验，然后就是制作过程中印象比较深的部分呢，就包括就是中间在学习过程中有没有去找一些其他的资料来参考，因为我记得有些同学是去单独学了一下植物方面的东西。这样子。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呢，包括一开始的那个物件阶段，包括最后的 SD 阶段，我都会有一定程度上在看完老师的教程之后，再去找一些相关的一些拓展的一些内容去观看，因为老师的内容是根据他自己的那个原画来去还原一些内容嘛，因为大家的原画会有些不一样，然后也会有一些内容上的不一样，然后去找了一些其他相关的一些教程，也是进行了一些补充。主要也就是从B 站和那个YouTube 上去找了一些教程去进行一些综合的学习吧，然后最后产生这样一个成果。然后对于其他同学的一些建议来说，我主要还是这个核心思想，就是完成比完美要重要的多。尤其对于对那些对对。大家需要去这样的一个成果去进行一些后续的一些找工作，或者是一些找实习，或者是一些怎么样的一个后续的一些事情吧。然后因为做全流程作品，它是一个非常长的流程嘛，基本上大概
大家都要做到可能起码2、3个月以上。然后就是如果说想在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比较完美的一个状态，尤其对于新手而言呢，我觉得是比较难的。然后呢，很容易在某一个环节消耗了太多的这样的一些精力啊，然后就慢慢可能就去想放弃，或者是想延缓这个作品的一些进度。我觉得这样是有点得不偿失啊，就建议呢，时间比较紧的同学可以给自己每个环节定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限，然后确保它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如果呢完成了作品之后，还有一些精力，还有一些时间，我觉得这样反过来再去对作品的某一个环节进行一些修改，这样也是更加高效的。大概就是这些。感觉挺好的意见。那个，就是您自己目前大概的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是已经有了这样的美术测试吗？还是说已经有这个对应的公司已经定好了？我目前的话，因为我的目前秋招主要是刚刚开始投简历嘛，也就是上周投的简历，然后目前收到了3个测试，然后目前还没有开始做，啊，三个，就是对，正打算做。这可能他们会不会打架呀？是不是都赶在11这个休假的过程中给你啊？对，其实有2个是昨天发的，就现在有点紧，但是我也不知道，因为他有一个测试是昨天发的，然后他说是让我回复了之后，他再把那个作品那个测试的题目发给我。具体的题目但啊，对的，但是呢，就是我发了之后，好像他们都下班了，都放假了，然后就没有回应了，就我等了一天，也没有人把题发过来给我。我估计应该没什么事。对了，就是你要是后面，比方说，几个测试相互打架的话，你可能可以继续问问摩登啊，或者是狼人他们，看看怎么取舍这个测试等等。啊，好的，好的，然后就好的。可能想让您，就比方说，对摩登班的一些这个评价或者建议啊，就包括就是我们未来能不能就是增补一些东西啊，或者是修改一些东西等等，在这个教程里面。好的，我觉得整体都挺好的。然后它那个 trim 加上模块化，加上使用 SD 的话，就是能够大大提升整体的一个流程的制作效率。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考虑后续增加一些关于建模方向的一些工作，然后可以让哦，物同学们对于那个件是吧？建模，对对对我想对。想，这个是有道理的。它那个写实室内建模的东西就会相对多一些，其实室外这里可能就是物件的建模，这里演示的会少一些。我想想，他们俩相互借着用呢。没事，那个后面的话，我也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摩登老师。我就是简单体验，主要对于新手同学可能缺少对。一部分这样的一些训练。对对对，就是我们可能考虑这个建模基础的职能或者什么的话，是拆分出来给到了那个建模基础班去了那样子。嗯然后，对，正好就是最后一般也都是希望大家去聊一下就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游戏，或者是近期在玩的一些。然后您是跟我说了2个，就是《旷野之息》塞尔达的和那个《艾尔登法环》。然后我这边是找了几个预告片，我可能就放一下，你可以就讲一下你自己对这2个游戏的美术方面就是印象比较深的地方。首先这个是《艾尔登法环》，《艾尔登法环》其实印象一开始比较深，就是刚出那个世界地图的时候，它那个黄金树的那个场景确实非常震撼。然后包括它后来有一些地下世界啊，包括它有一些特效啊之类的地图设计啊，做的其实都是很棒的，无论从美术还是从关卡设计上面，只是可能难度稍微大了一些，对于刚接触魂系的可能会稍微有一些折磨。那个您魂系的游戏都玩过什么？其实这个是第一个玩的魂系游戏，然后后面接触了魂三，但是魂三比较难，然后玩到一半卡住了，然后就好像很久没有动了那个我感觉你以后要是工作的话，时间可能会更少。啊，会更少吗？是啊，你刚上班之后的话，前面应该会比较忙啊。嗯，希望能抽出一些空玩一些游戏吧。现在确实也比较忙，也挺久没有比较长的时间去体验一些游戏。然后塞尔达，我看看啊，我找一个 trailer，放下这个 trailer 吧。好。塞尔达旷野之息。塞尔达旷野之息主要是在有一个学期上海这边是封校，然后那一个学期大概玩了有300多个小时吧，反正每天都会花挺多时间在这个上面。
然后它的美术上面其实受它那个本身的硬件的限制，其实它不可能展现出多么好的一个那种画面的一种质感。但它可以看出来，它其实在这样的那个画质下面，它的美术还是挺好的，包括它尤其有一些人物角色的，包括它刚刚那个播放过去的那很多龙啊，它那些制作的都是非常精美的，即使在这样的画质下看来。我觉得塞尔达它更多的是它本身一些游戏的一些机制上面设置的一些比较优秀。对，我就感觉这游戏好像就是你没玩几百个小时，好像就不太正常似的。对，这个确实比较上头，大概玩了有3、4个周末吧，包括后来有陆陆续续玩，然后现在是有在玩那个《王国之泪》，但是也因为做这些作品，然后也是停了比较长的时间。我是那个《王国之泪》稍微玩的多一点，因为正好是我带我的小朋友一起玩儿，啊，然后我就告诉他啊，今天对，我们去打什么东西，然后就去那确实，每天去玩几个神庙，然后再睡觉那样。对，塞尔包括那个人系的游戏都是比较适合家里和小朋友一起玩的。我感觉它是风格化、开放世界，然后在这种硬件限制的机能之下，能做到这种程度的话，我感觉还是非常之震撼的。而且嗯，对，塞尔达旷野之息第一座离我们现在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6、7年时间了吧？一七年，对，应该是17年，应该有6年了。感觉这个大家如果要是对风格化场景感兴趣，然后对开放世界地图感兴趣，似乎就是有能力的话，尽量玩一下这个游戏。当然了，就是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玩原神，就是风对的，格化嘛。原神人可能比较干一点。啊，是。然后最后想想，就是挺感谢你来参与这个采访。然后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可以跟 Plastic 学习一下，就他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安排，然后就这种尽量比较高效的完成这个作品，因为你毕竟这个作品没做出来之前的话，尤其是作品集比较缺乏的同学的情况下，你还是说要尽快要有自己能拿得出手的完整的作品给别人看。就如果他没做完，就比方说他只停留在了就是这个程度来讲的话，第9周的时候，你这个拿出去是没有办法给别人看的。但实际上，它跟最后的这个成品之间的距离已经并不太远了。它主体的纹理模型自己建的东西的话，已经基本完成了。然后只不过是在最后是就是去找了一些就更多的东西来把这个细节地方补充完整。然后就是大家如果做摩登班作品的话，就是还是尽量的积极的跟老师沟通，尤其是在你作品的后期这个大量改动的细节的时候的话，要多找摩登老师。那可能今天的采访就先到这里，就非常再次感谢这 Plastic 同学接受我们的采访。好的，那也辛苦主教。然后大家再见，拜拜 Plastic。好的，再见，再见。